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心智生产力、人工智能加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人工智能作为心智生产力的引擎，当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企业数量超过4300家，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其实人工智能加本质上涉及到组合叠加的问题，就是把人、机、环境系统进行有效的组合，产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甚至生活关系，把科技和产业之间的非线性复合叠加，进而出现新的动能和动力。人工智能加为引擎，可以通过国内的一些大企业或者具体的一些产业进行落地，这样呢就产生了产业升级和创新。在这个旅游文化和其他的一些公共行业，通过人工智能加可以提升客户的互动体验等等。这一系列行为呢，加大了国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从而呢使我国呢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今年2月中旬 ，OpenAI 公司推出了人工智能文生视频模型 Sora， 用户只需输入文字即可生成60秒视频，极大降低了视频制作门槛。这是继文本、图像之后，人工智能技术在视频领域再次取得的突破性飞跃。根据专业人士分析 ，Sora 模型的特点可以总结为真、灵、动。真是指 Sora 生成的视频真实感强，能够很好地表现提示词的内容语义，视频细节呈现得恰到好处。灵是指生成的视频有一定的灵性和艺术性 ，Sora 生成的短视频无论质量还是艺术性都有一定的保证。动就是视频中的运动场景和物体的结构性和时空关联性很好。以电影产业为例 ，Sora 为代表的文生视频技术将重塑影视行业。在传统电影创作流程中，从创意到初稿通常会有一段特别痛苦的时候，初稿很难制作出来，从而导致创作拖延。现在，利用 Sora 这样的文生视频技术，就可以快速推出创意初稿，后续的改进和迭代也得以加速。同时 ，Sora 还有望帮助生成流体、烟雾、毛发等高度复杂、具有真实感的动态效果，特效制作和后期制作的时间得以显著缩短。毋庸置疑 ，Sora 的出现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重大挑战，被认为是人工智能在理解真实世界场景并与之互动的能力方面实现飞跃。从 ChatGPT 到 Sora， 从单模态到多模态，从单一智能到通用智能。大模型技术引领了新一轮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热潮。一般来说呢，大家关注的是 Sora 视频模型会改善这个视频的生成技术，能够使得视频行业人文艺术行业得到很大的改善，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呢 ，Sora 技术可能会对各行各业，比如说工业农业国防科技、人文等等这些行业里面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还很关注的另外一点就是 Sora 视频模型不仅仅是一个产品，还涉及到科研机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创新，衍生出了新的生产关系，打破了各个学科之间的壁垒，使得很多领域交叉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计算机能思考吗？70多年前，英国数学家图灵提出这个问题后，人类就开始了对人工智能的探索。目前大家能看到的人工智能，主要可以分为以识别、分析为代表的判别式人工智能，和以合成、重建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是通过学习实现对输入数据的生成和创作性任务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其他传统人工智能相比，它们表现出的类人性更强。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影响非常巨大，它的快速迭代呢，使我们离人工智能的时代的确是越来越近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将成为这个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引擎之一。我国呢，也正在有很多的企业大厂正在跟踪，正在发展咱们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各行各业，它的产业升级和创新啊，不仅与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密切相关，而且和其他的智能形式，比如说一些中型的模型、小型的模型，这些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结合，也可能会产生很好的效果。所以呢，我们不但要在大模型上要和世界进行跟踪、进行这个学习，而且还要发挥我们的长处，从多个角度、各行各业里边加强垂直落地，这样呢才能形成我们的优势。但是，Sora 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带来机遇和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和挑战。去年4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要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营造创新生态，重视防范风险。今年以来，我国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支持政策持续推进。在3月4号举行的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娄勤俭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研究推进科技创新方面的立法，特别是深入研究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有关伦理、道德、安全等重要问题，不断完善科技法律体系。去年3月4号，科技部表示，加强顶层设计，成立人工智能规划推进办公室，启动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在数字孪生、数字制造、智慧医疗等方面都做了相应部署。同时制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政策，推动科技向善，兼顾发展与安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强调要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其中明确了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等5项科技伦理原则。同年，我国首部人工智能产业专项立法《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正式发布。值得注意的是，条例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人工智能及人工智能产业的界定，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是利用计算机或者其控制的设备，通过感知环境、获取知识、推导演绎等方法，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或扩展。人工智能产业则是指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软硬件产品研究、开发和生产、系统应用、集成服务等核心产业，以及人工智能在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等领域融合应用带动的相关产业。同时，条例还创新性地规定，市政府应当设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目前，国内外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主要由企业在内部设立，由政府主导的十分罕见。同时，作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大国，中国一贯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治理。2023年10月18号，中国政府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3方面，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治理中国方案。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设计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治理思路，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中国以人为本理念，强调人工智能发展需要跨越小圈子，反对特定国家将全球治理机制工具化、私物化，站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平等地参与其中。中国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利益，更是为了求同。实现科技和人文的良性互动，是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所在。就是既不能忽视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不能信奉技术至上主义，放弃价值理性的人文指引。科学技术成为当代世界国际竞争的重要砝码。凡是拥有领先于世界各国的科技实力，就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饱含人文意蕴，自古以来就有以文化人的优良传统，始终追求服务于人自身的向上目标，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
和中国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科技和人文的叠加发展，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让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优势和人文优势，可以保证科学为人服务、为社会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或减少科技的负面效应，在科技向善的方向上保持蓬勃生机和内在活力，既发挥科技的良性价值，又遏制技术的无序扩张，造福国家，造福人民。这段时间呢，人们越来越生出这样的疑问，就是人工智能它到底是怎样的？那未来人类跟人工智能到底是怎么相处？人工智能对于我们这个社会而言，它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全新的概念。在1956年，人工智能第一次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呢，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3次浪潮。那么在2016年，阿尔法狗战胜了李世石，就再一次被激发出大家对 AI 的这样的一个推崇。那么随着通用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出现，让我们看到未来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虽然是现在确实是很热，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也完全能感受到大家对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我们不能够只是追逐短期的一个热点。作为一个从业者而言，我们也是希望通过 AI 的这个技术，让科技向善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能够让广大的老百姓能真正的感受到这个生产力的变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正向的一些推动。其实，在推动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中国是积极的倡导者，也是率先践行者。在法治和伦理这一层面，如何并行发挥作用？我觉得这个法治和伦理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并行不悖的。就是我刚才讲，只要看到法治和伦理，它作为规范的不同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法治和伦理它都是作为规范。当然，它的规范的方式不一样。法治的规范它是强制性的，而伦理的规范更多的强调的是一种自觉性、自律，或者说他律，是吧？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社会里面，我们自己约束自己，它也是一种规矩，对，无以规矩不成方圆。这是说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这种要求，伦理的要求。法治层面呢，就是从这个政府的层面，从整个国家的层面，那就是说我们要有底线。你科技是吧？无论是开发也好，你不能够触犯底线。你应用也是这样的，是吧？我们科技人工智能应用出来之后，你不能用它来作恶。你作恶了，如果说超越了这个底线，法治要对它进行制裁，对，是吧？让以儆效尤，是吧？这是我整个扬善，我觉得主要是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在大湾区发展这个数字经济，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这种背景之下，政府应该更好的去布局一些新型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因为我们知道智能化的基础是信息化，那么如何在下一个10年的 AI 的发展的赛道当中，这个城市或大湾区立于不败呢？我们还要再补充一些新型的基础设施，比如说这种智算中心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光通讯等等的这些领域的发展。第二个呢，其实刚才陈教授也谈到过，就是我们要有个更开放的心态去拥抱这样的一个未来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不能因为这个技术它还现在存在一些瑕疵，我们就因噎废食，我们就拒绝它。这个拥抱呢，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更多应该是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我们要对 AI 这项技术要有拥抱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第3个呢，我觉得我们要加强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这个培养可能不仅仅是大学这个阶段，有可能我们这个培养的模式都要进行一些改变。我们要从孩子来抓起，从娃娃抓起。对，20年前、30年前，我们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年龄了。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更要从娃娃抓起。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的小学开设很多的这种 STEAM 的课程，未来可能幼儿园的孩子就要开始去接受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相关的技术，因为这样的意识才能逐步的建立起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未来，各位到底有什么样的畅想？
我想，我们所期待的是一个人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一起来构建的社会。可能到时候是不是人工智能会真的如人形机器人一样，就成为我们的陪伴，成为我们的伙伴？他们会不会有身份证？会不会跟人一样？所以我希望那是一个和谐的未来世界。对，我可能说的会比较具象吧。我觉得可能未来人工智能技术是无处不在，具备了 AI 这个灵魂的一些智能终端也是无处不在。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有3个或者6个这种 AI 的助理，它会帮助我陪伴着我们工作，陪伴我们的生活，陪伴我们交流等等。对，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这个情景的到来。最终目标是一起向未来，一起向未来。对，我的看法呢，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我对人类还是有信心的，我就觉得是一个共生，就是人机共生。对，就是和谐共生，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像刚才这个郑总像董导讲的，我们有很多的机器人是吧？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能够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是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关系的怎么处理的上，那么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很长的路需要去走。但是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必须要面对的，是吧？怎么样去共同去解决的？尼采有一句名言：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用生命的透镜来看艺术，我只能从最浅显的字面挑出3个关键词：科学、生命和艺术。在5句“深爱你”中，我愿意做个排序，排成生命、艺术和科学。做一部人工智能题材的5句，这个想法最初进入我脑海的时候，我正在三江源，在那里。面对威严的大自然，人类真的太渺小，太渺小了。这是一种特别强烈、令人震撼的感受。人类，尤其是近100年来，对大自然常常是多么的自负啊！我隐约觉得，人类很可能会非常自然地带着这种自负，或者说是傲慢，去处理人与 AI 的关系。这会引向什么结果？没有人会知道。当我们真正进入到具体创作的时候，情况变得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我们不想沿着悲观的这条路往下走，所以大家看到的《深爱你》，更多的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我们把这个愿望寄托在人类永恒的话题——爱上面。出发的点很简单。因为爱的底色是平等和尊重。如果我们本着平等、尊重的精神，再加上一些自我约束，那么人类与 AI 的关系，未来似乎没有什么好担忧的。2023年，《深爱你》在包括深圳、佛山、南京、重庆、赣州等多地演出，片段亮相于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收获了如潮好评。今年3月8号、9号，《深爱你》再访成都，向成都观众讲述爱的故事。它能够代表我们这种深圳这种创新精神，有更多能够体现咱们深圳高科技的这个手段运用到这个5句当中。最近呢，我们发现到中国来的一些老外啊，越来越被中国的一些黑科技圈粉。据我知道，有很多这个通讯设备，包括无人机啊，包括这个运输机器人等等，甚至有嗑瓜子儿的那个机器，有很多老外觉得非常的新奇。您怎么来解读？所谓的黑科技，它就是这个先进技术，是吧？它一个代表。那从这种先进技术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个人感受都是非常深刻的，可以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方方面面啊。那么体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中国它有长期的这样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随着中国的几十年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我们又能够给世界展示这种一种当代的前沿的，是吧？那现代的这样一种这个国家形象啊。我觉得就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能够走在时代前列的这么一个展示啊。那么从世界的发展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 GDP 就综合国力来说，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了。那黑科技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一个浓缩而已。
是吧？我们要看到这些黑科技背后，它是有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支撑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些黑科技仅仅是一个方面。那以后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这一方面我们能够引领时代潮流，这方面是成为一个大的趋势的。您的粉丝给您的礼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芯片。我这个特别好奇。我也有点意想不到，因为在深圳首演的时候，我也没有见到过这个粉丝，这个观众，他给我准备了一个盒儿，打开之后里边是一个中国自主研发的芯片，并且他告诉我他看过记忆深处看过朱鹮，他非常非常喜欢5G。然后他并且是一名人工智能的从业人员，所以希望能够更高兴的是能够有一个人工智能题材的作品诞生在深圳，他送了我这份礼物。其实他也告诉我，我们中国有自主研发的芯片，我们的核心技术也在掌握，我特别珍贵。那其实《深爱你》这部舞剧呢，它讲述的是一个在冰冷的外壳之下，一个非常温暖感人的故事。那它也是我国首部以人工智能为题材的舞剧作品。童导，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来做这样的题材？其实人工智能的这一话题，从文学作品，包括西方的一些电影电视剧，都不断的在探讨。加上这个科技这几年的蓬勃的发展，让我们好像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所以我想，其实艺术家应该与这个时代是同步的。想了想，就觉得很有意思。能不能我们做一个人工智能题材的作品，以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一种新的物种的新的生态关系？其实文艺作品呢，当然要顺应时代和这个国家的这种召唤啊，坚持科技高质量发展和文艺高质量发展的这种双向的同行，还有双向赋能。那童导，您在这方面经过跟深圳合作了这一部舞剧之后，您的感受是不是更深了？我首先觉得，什么叫好的土壤，其实就是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包容和创新的理念，才允许一些崭新的想法。就如同深圳是一个创新科技之都，我觉得对艺术的这个也是抱有一种开放的态度，我觉得才有可能使《深爱你》这样一个对未来充满想象力的这个作品诞生在深圳。刚才讲的科技艺术最关键的是人才的支撑，没有人才呢，这个科技的发展也好，艺术的发展也好，它也是没有灵魂的。而且我们刚才讲这个人工智能ChatGPT， 它本身就是一个工具它需要有一种价值导向。这种价值导向需要谁来做？就是需要人来做，需要人为科技立法我们既有这种创造性，同时我们又可以去规制这种创造性的发展的方向。科技和文化，或者科技和艺术，对一个城市而言，我觉得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我觉得未来技术的进步，也能让我们文学作品的表达的方式会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丰富。我们其实，在作品之初，在剧本阶段，我们就搜集了方方面面专家的意见，还有很多是人工智能领域里的研发人员，他们都谈到了以温度注入科技的这个理念。我们能感受到，这个科技之都是科技向善为先，在这个深圳，这具有强烈的这个创新和未来意识的城市里边，我们的文艺其实上也应该大踏步的往前看，或者是不是未来以来，它已经不是未来题材。就早在3年前，我们在思考的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的时候，还觉得它是个未来题材作品。全世界都在熙熙攘攘在讨论的人工智能自主意识产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摆在人类面前。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原来明明是想创作一个未来题材，现在一不小心变成了现实题材。所以它打破了一个认知的边界。这个认知的边界，我觉得在深圳让我们看到真正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要离这个时代更近一点，甚至我们应该跟它同步。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2024政府工作任务中，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相关内容单独成段。除再次强调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外，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建设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新方向，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镜。事实上，近年来，从城市管理到安全生产，从生态环境到食品安全，人工智能技术正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为城市的智能化治理水平提升发挥重要作用。
何为智慧城市？其概念最早源于2008年 IBM 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理念。它的本质就是把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与城市有机融合。深圳卫视主持人张宏硕与舞剧《深爱你》总导演童瑞瑞走访了深圳人工智能领军企业，探寻科技之城如何生长出有温度的 AI。童导，您应该听说过深圳有中国硅谷之称啊。其实所说的这个中国硅谷呢，就高度浓缩在我们今天要探访的这个深圳湾科技生态园当中，包括一些人工智能企业。那这个地方呢是2011年开工，2014年的时候分批入驻。感觉到它满满的未来感、现代感。那其实我知道，您的这个舞剧非常受欢迎的担任总导演的《深爱你》，它是中国首部以人工智能为题材的舞剧啊。那其实在这个之前，您对人工智能有多大程度的了解呢？事实上，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边了解的比较多。在我看来，好像艺术是一个艺术家充满想象的，但是好像人工智能领域甚至科技是非常严谨的，好像不能有任何只是想象展开的数据，所以其实两者是又统一，但是又有矛盾的。对，但是我们能够跟时代同步，跟科技同步，去思考一下人类与另一种它所创造的物种如何相处。我觉得这个主题很有意义。做有温度的呀，这不是跟我们深爱你的主题很相似？对，这是他们的理念。好，那么两位，咱们进入到展厅里面呢，可以先通过眼前的大屏幕，简单感受一下人工智能所赋能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ves in here, and everywhere. 觉得好像人工智能已经完全渗入到我们的生活了，是吧？正像您的这个“深爱你”的采访手机当中的一句话：“未来已经到来。”两位呢，我们在展厅里面呢，还有一个互动体验环节，是我们的智慧荐书，它会根据您的外观、年龄、穿着，给您打上个标签，并且推荐这个很有意思，您感兴趣的书籍。是的，就相当于量身定造一样。好，两位可以在这边稍作体验一下。好，我们颜值推出。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只看外表。根据您的外观、年龄、穿着，给您打上标签。金枝玉叶。基于您这个标签，他认为您对于这些书籍可能比较感兴趣。为什么是深圳、稻盛和夫以及算法时代？对于整个历史以及人物自传的书籍，他认为您可能会比较感兴趣。是的。那现在就比如说它的算法，你们已经有没有体会到它自我学习的能力？是的，算法呢，我们随着在前端应用的不断的深入，那么最终数据就会反哺给我们的算法，让它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适配到我们真实场景当中，赋能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么两位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系统演示环节，也是我们帮助深圳公安所打造的深目系统。深目系统是云天力飞打造的首套动态智能识别产品。据介绍，取名为深目，不仅意味着人工智能关键技术深度学习的眼睛，也意味着深圳的眼睛。2014年8月28号，陈可辛导演的《亲爱的》首映。在深圳的一次交流会上，云天力飞董事长兼 CEO 陈宁谈到了视觉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的技术前景。会后，龙岗公安分局一位警官向他表示，如果把你们的技术运用在视频监控、以图搜图方面，也许深圳将不会再有失踪儿童。此后，云天力飞开始与龙岗公安局合作，一起打磨产品。2017年，在深目系统的帮助下，深圳警方创下15小时内跨省找回被拐儿童的记录，这也让深目系统一战成名。目前，这套深目系统已经走出深圳，走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近100个城市进行落地。那其实呢，研发这一套系统，它就是要让人工智能助力平安城市，让天下无拐。您对这个有什么感受吗？我真的是听着这个刚刚这小哥哥介绍的这个情况，我们都觉得特别温暖，然后特别意想不到，原来就是我们的社会发现了这样的问题，然后科技去
用科技的赋能去解决问题，然后给老百姓、给人们带来生活上的便利，还给他们抚慰了他们的心灵。我觉得这个让我听完了很感动。在目前我们这套算法仓库已经有了139种生态算法，那么针对城市的城市治理、水务、社区、工地都可以进行应用设计。我发现它这些就是应用的领域里面，其实上是非常精细化和类别化的。是。针对我们城市当中一些应急事件，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智能事件监测平台，例如说我们将这个事件的轻重缓急可以进行一个自定义，例如说道路积水是我近期非常之关注的问题，以及配合上台风暴雨天气，我们就可以将这个事件进行一个复合推送。那么相关推送以后呢，就会将这个任务发送到我们相关的城市的执法人员手机当中。那么只有当事件进行了彻底闭环，我们才可以将这个任务所视为已治理，也是帮助我们的城市执法人员提高城市治理效率，提高我们城市居民的出行安全体验。佟导，其实您的这部《深爱你》呢，它是紧紧围绕爱与 AI 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展开的啊。你也讲过，希望把爱注入到冰冷的机器人当中。那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预警子系统一样，它能够在城市的智慧城市治理过程当中呢，注入一个温暖的力量。那您怎么来看人工智能所包含的这个温暖？对，真的是，就是今天来看这个科技公司，让我更加感受到，就是说我们的科技人员和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正在以这种有温度的城市理念去让它以人类共同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边，也感觉到科技在为人类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像我们的生活都包裹着人工智能。刚刚也问这个小伙子，原来这些所有的数据都是我们人类要输入给人工智能的，所以我想 AI 我们如果能够以爱的方式给 AI 输入更多的数据，可能会让城市变得也更有温度。对，它回馈给整个城市的也是一个温暖的一个感受哈。对，这个 ChatGPT 的这种算法，就是说为什么同样的一个问题，是不一样的回答，关键是就是研发人员和科技人员输入给了他什么，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我想可能是我们作品想探讨的话题。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去年首提新质生产力，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再到成为首项政府工作任务。新质生产力作为重要抓手，如何助力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加微引擎可以通过国内的一些大企业或者具体的一些产业进行落地，这样呢就产生了产业升级和创新。2023年，美国 OpenAI 公司推出的 ChatGPT 风靡全球。2024年，视频模型 Sora 横空出世，再次震撼全网。我们离 AI 时代还有多远？从 ChatGPT 到 Sora， 人类要如何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冲击和机遇？ Sora 视频模型不仅仅是一个产品，还涉及到科研机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创新，衍生出了新的生产关系，打破了各个学科之间的壁垒，使得很多领域交叉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国内首部人工智能题材原创当代舞剧《深爱你》，用舞蹈讲述科技与人性的感人故事，思考未来以来的人类答案。大家看到的《深爱你》，更多的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我们把这个愿望寄托在人类永恒的话题——爱上面，让我们通过艺术的透镜，把生命和科学融合在一起。关键洞察力即刻播。其实之前我跟佟导去了郑总的公司去参观了一下啊，我们也亲身感受到了高科技对于城市治理带来的巨大的这种作用，而且还有科技向善的实践，特别是公司比较品牌的这个项目叫“宝贝回家”。而且我看到一个数字是，这个系统启动以来，协助警方不光是打拐，上万起各类案件。是的。
有一个指标，就是它使深圳的从2016年开始叫2强2道的警情发案率每年都是下降50%以上。我在深圳生活10几年，我是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平安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作为一个从业者而言，我们可以说深圳是中国最安全的城市，就是它的背后就是有这么一套科技的系统来去支撑的我们这套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运转。那其实，在一片人工智能的热潮当中呢，我们看到就出现了一些暂停人工智能进行继续研发的这样的声音。那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种焦虑或者警惕呢？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呢，就是从科技的两面性来看，这个科技它是一把双刃剑，有两面性，既有正面的效应，也有负面的效应。有一些实业家或者说研究者，他觉得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太快了，会不会带来一些颠覆性的后果？他有这种担忧，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我觉得技术的进步是难以阻挡的，是吧？它是一个社会的趋势，是吧？不能说大禹治水把它堵住，我应该疏导它，是吧？给它引导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去。这是我对科技的未来。个人的看法是谨慎乐观主义，让我感觉这种疑虑或者说这种警惕也是一个好事儿，就让人们有一种忧患意识，是吧？有忧患意识就是防患于未然。那其实童导，您在创作的时候，包括您个人的感受，对这个是怎么看的？其实，整个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是跟就是企业来赋予人工智能它的算法相结合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科技都是人去注入给科技的力量，给科技的这个支撑、数据的支撑。那我们给予科技什么？最终其实还是人的问题，所以我忽然想起这个基辛格他在一篇文章里面所谈到的，就是说，其实文明本身就是带来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类的解释。那么到今天，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要迎来一个人工智能时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艺术家提出对于时代的思考，就是科学技术人员或者科学家去不断的向前发展，但是我们应该不断的提出忧虑，提出思考，然后理论家在做总结，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协和和谐发展。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是吧？未来的人工智能会不会有人类那样的感情？其实这个呢，在童导的这部舞剧当中已经有探索，到最后 AI 陪伴已经有了这样的一种起心动念的能力了，已经是不是？是。那您对未来这个有什么样的想象？在剧中的父亲，他代表着人类的一种，就是既依赖科技又充满忧虑的一种态度。而在小海，为什么是小海？因为是在深圳发生的故事。这个小海，它代表着新一代的我们的小朋友们。即将长大的这一群人，他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他是接纳的，因为和他的朝夕相处，慢慢生发出来的一种依赖。那人工智能在与小海的相处当中，慢慢生发出来对于爱的理解，也就是在那一个，就是早晨起来，所有刷牙洗脸很这个琐碎化的日常，但到最后的时候，当小海长大，有一天回身就给了他一个拥抱，就是因为那一股暖流，让他忽然之间要问一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所以我觉得他渐渐生发出来的情感和意识，有一天要让我们人类想想，我们应该给予AI 什么样的权利？我们有权利结束他们吗？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平等和尊重，是爱。所以我一直希望我们能够特别务实地进入到这一个未来世界和途径。AI 从感知到认知再到决策，实际上完全也是一个按照人类的这种进化的方式来去演进的。而且呢，还有一个数据，我们现在说大模型，就参数越多，它会接近于人类的这些思维或者思考。所以说，我们今天终于发现，跟 ChatGPT 的这种聊天，是觉得是跟一个人类在聊天了。这是跟算法有关。对，它跟它的算法模型。那么 GPT-4到今天最新的大模型，它的参数已经100万亿了。那100万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大脑的神经元，每个神经元里边都会有神经的突出。神经元乘以神经突出是多少呢？是大概280万亿的神经突出。就是因为有这些突出，才让我们大脑结构如此之复杂。那现在大模型的已经接近这个100万亿，也就是说跟我们的
大脑的结构复杂度已经是在一个数量级了。所以说，未来像您说的，会不会具备这意识，会不会就是强人工智能？对，只有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我们未来必须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了。作为最具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也引发伦理关切。人工智能该怎样践行科技向善？人工智能技术与城市发展治理深度融合，走访人工智能领军企业，探寻科技之城如何生长出有温度的 AI。面对人工智能研究如雨后春笋，政府如何保护干事创业的激情，又如何防范未知的风险？关键洞察力马上回来。在短短40年里，一个沟壑纵横的小渔村，蜕变成一座世界级的科技之都。这座城市的变迁犹如一部科幻小说，而这部小说的主角正是深圳。那为什么深圳能够营造出这样有科技感的土壤呢？创新、包容和勇气都可以成为注脚。因为创新，从华为、腾讯到大疆无人机、比亚迪电动车，再到以云天地飞为代表的一批人工智能企业的涌现，这些顶尖企业在深圳这个创新土壤上孕育发展。因为有面向无人区的勇气，真正敢于从规章制度、法律的层面去支持科技创新，从根本上保障了创新主体的发展。作为深圳人工智能从业者的一员，很幸运能够亲身感受到深圳这些科技感，也希望在未来我们也能成为深圳科技感的代名词。让我们一起为深圳的科技感注入更多的内